谢谢大家来看守所，然后这是渡口展览的计划的第2站。那其实我想先说明一下，就是这件事情好了，就是渡口呢是我在花莲的第1个展览，然后这个展览就是在讲庄德树这个作品跟回满洲这个作品的一个展览。然后在花莲展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展好像是可以到不同的地方跟大家进行讨论，或是再延续下去的。然后结果那一天刚好12月底吧，12月底1月初吧，好像1月初。哦，对，1月初。对，我们在天台嘛。对，我们在天台那个地方，刚好彬华有个讲座，我有去听。然后他那个时候有邀请试验展览啊，结果试验说没空，那我就自己说，我好像可以来展哦。对。然后他就答应了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讲，我想展渡口这个展览，然后彬华就跟我说他爸的情况。这个时候我稍微介绍一下彬华，因为我跟彬华，我们认识也3、4年哦。应该有哦，应该有。对，因为我那时候彬华是非常专业的输出，所以输出可以找他啊。这是第一个，一定要工商一下啊，就是。然后他也经营这个看守所也半年多，差不多7、8个月。对，然后这边已经有展览非常多档期了。那我们应该是第一个是礼拜1的啊，对不对？对。1、2、3，现在本来是1周1个艺术家。展3天，现在可能要1周2个艺术家。对，第一次1周2档。哦，不好意思。好，然后彬华很特别，就是其实彬华是一个蛮反抗的人，就是他非常的柔和，他看起来好像与世无争，可是他做的事其实很反骨，就是念书故意念很久，然后看什么不爽啊，看什么不爽。然后他的现在在闹空间也有一个展览，就是他以前念过的哪些算教科书嘛，对不对？对，就是我我2020年再回政大去念大学，就是重新从大1开始念，然后在闹空间的展览就是收集在政大的时候老师们上课指定的教科书，还有上课的笔记，还有就是我在政大每天会经过一座桥，在桥上面拍照，就这样3个作品。对，然后他就会说这些书都是在教导成一个老师喜欢的样子的学生啊，不管他是有多么的善意，但是他觉得都在改变某一个人，然后所以他也在反抗这个事，那所以他不爽就会读不下去，换系所。我回去政大念书5个学期，休学了4个学期，然后就被退学。啊，然后他也做了一些金融相关的产品，他也用一种他自己去买卖的一件事情作为一个创作，然后再把那个创作的报表变成声音嘛，对不对？对，一开始是画画，还有直接展对账单，然后后来再做成声音。对，他会做一些他就是一个非常有教养、有礼貌的人，可是他做的事其实都很生气，只是他生气很多人不觉得，因为他就是很轻轻柔柔的讲这样。对。然后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是因为他也轻轻柔柔跟我说，他爸癌症末期了，然后决定不要治疗了，然后要走安宁病房了。他笑笑的跟我讲，然后云淡风轻的感觉，然后我就我突然压力很大。然后他就给我看了一些照片，那就是像后面这一张就是其中之一，就是他爸呢在南投。有买了一块地嘛，应该算地，对不对？对，然后退休之后就买了一块山坡地，然后就变成转制成农夫。对，他就园丁，比较像园丁。对，你现在看到这些土啊，这些都是他他用什么挖啊？就是锄头啊，锄头就像一直对，就自己开垦一个平的地，然后弄出一条路来。一开始有推土机，然后先做了一条大路，然后后来他觉得大路就是不够多条，他觉得除草不方便，所以他自己又横向的挖了很多小路去连到那个大路，就是有一些大的先解决，所以就变成一个曲期的就是很蜿蜒的不像一般工具设备工程设备会开的那种大大直直的路，而是手一铲一铲挖出来的小路。
很多条。然后就是那个他有一张照片，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有个崎岖的路，然后是小小的，然后整个都是开垦过，都是他说是他爸用锄头弄出来的。然后我对那个照片其实还蛮喜欢的。然后我就想到就是我岳父送他去火化的那个回满洲，我就觉得他的车好像可以开在那个路上，然后我就跟他邀请了那一张照片作为一个作品，这样。对，这个地方我自己，我爸爸刚开始开路的时候，他很像马丘比丘，所以我就叫他马丘比丘。是你自己乱取名字的？很像啊，因为在山上，然后就是那个山路这样上去。OK， 好，然后当然我那时候想谈的是说，哇，因为我的去花莲早宗的是因为我爸是前年走的，然后我没有参加他的告别式，所以我用办展的方法跟他做一个告别。然后到我岳父这个回满洲是去年6月走的，然后我参与了全程，然后我在参与仪式的空档呢，收集了一些照片，然后编成一本书这样。然后我那时候想到边华这个事，当然有一点想说，那他怎么跟他爸告别？本来想这个展是要谈这件事，然后因为我觉得他爸应该还有一段时间这样，结果，就是很突然的，就是边华跟我说他爸在礼拜六，上个礼拜六的前天晚上就走了，对，然后我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讲座到底还要不要继续这样，所以这个时候边华准备一包这个就是你等一下可能会用到的道具哈，在场第一次出现卫生纸，对，然后但是我也觉得好像这个展为什么要开始巡回，就是因为我发现我这个年纪好了，就是会开始遇到亲人离开的这件无法避免的事情，当然也。我现在50岁嘛，以及之前我就有一些朋友会离开，或者一些长辈会离开。然后，那以前因为我做业务嘛，常常会去参加一些公祭，那个都是去一下就走了那一种，没有参与过全程。然后自己参与过我岳父的全程的丧礼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然后那个感觉我也说不上来，但我感谢有个丧礼，应该这样。然后，所以今天呢，就是刚好可能边华就是我刚刚前几天要讲，他就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哈。虽然相信我现在，但是他的那个情绪稳定我是觉得有点恐怖啦，应该要哭出来啊，或是可是不知道好不好，反正可能就是因为你的。因为你爸也是老师嘛，然后你妈妈也是，爸妈都老师，对，所以他们好像都教出一个就是超稳定的孩子。可是这孩子其实也是蛮反骨的啦，其实，但是是一种稳定的反骨吧，应该是这个意思。好，然后所以我觉得还是谢谢边华辛苦了。然后今天有这个讲座，那我会希望今天这个讲座会。有点像是多聊一下你跟你父亲吧，或者你想讲什么，因为这个时间是想要留给你，然后在你父亲的作品这里，因为这张照片就是因为刚好嘛，花莲在那一边嘛，所以他爸拍的这个前面是彰化嘛，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张照片，然后我刚刚还问他说，那你爸拍的那个照片在哪？然后说他可能还要找一下，因为那个手机刚好换啊，所以还不知道在哪。那我会想说把时间就给边华，然后让他聊聊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大家来的，都非常感谢你们来。然后我觉得对边华意义很大，对我意义当然也很大。那所以也谢谢你们这样。然后我们把时间给边华这样。好的，我要自己跟 solo 会有点难，可能只会看我一直在用卫生纸擤鼻涕，但是我就是还有努力做一点尝试啦。像也许是全台湾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个带着死亡证明书到展场看他在座谈的，因为今天下午刚拿到死亡证明书。对，然后就是有点像是带一点爸爸的参与感，这是有点像完赛证明。如果讲路跑的话，就是完赛证明。因为死亡证明书，像我回满洲最后一个档案嘛，对，其实我为什么最后用烧纸钱有个档案的方式呈现，就是因为我也是去办死亡证明，然后医院还会提醒的，窗口会很好意跟你说要办15张这样。
10张15张，说为什么那么多？因为他说你可能要到处去关掉他的户头啊、除户什么，就会很多事要做啦。然后那些是政府机关的，然后你最后还是回到某一种档案，这样好像连你要走，政府都不会放过你啊，你一定要去除户，不然的话可能会被罚什么什么之类的。对，的确。不过除了死亡证明书之外，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有趣的东西，就是叫做除户证明。对。然后除户证明就是它会有，当然也有一些编号，然后户籍的地址跟就是这个人的姓名、他的父母、他配偶、他的出生地，然后出生的顺序，就是有没有兄弟姐妹，还有兵役的状况，然后会写他在民国几年几月跟谁结婚，然后民国几年几月做了什么职业变更，然后原本住在哪里，之后又搬到哪里，然后最后在2015年的2月7号过世，然后在2月9号申报，对，然后有个资法，所以前面的细节我是不能讲的，但是就是有一点像原来是这样子去记录一个人的官方的资料，对，就是非常自私化，这有点就是他的在政府看着这个人怎么移动的，应该这样讲，怎么过这一生的资料，对，然后讲一下我爸爸的后来的状况好了，就是我爸爸就是一个很健康的人，所以他也很强壮，因为就是当了农夫之后就天天自己开路除草，所以很强壮。所以他的身体其实就是说，他如果有不舒服，他其实都还蛮能撑的，蛮能忍耐的，所以基本上不表达出来。那他很能撑的时候，就是到了去年底就是可能应该是末期的，他还是会去开车除草，自己一个人在山上工作。10月底的时候，10月29号，照片上是这样显示，他传来的照片。然后所以就是他还撑得住，他的时候很能撑。然后他撑不太住的时候，他就觉得痛嘛，然后就很痛。然后很痛的时候也不方便跟他讲太多话，因为他蛮痛的，朋友也不太方便找他。然后到了太不舒服了的时候，就去医院。然后去了医院，有止痛药，有吗啡，然后就又舒服了。但是他就是开始打了那些止痛跟吗啡之后，他就开始身体的反应吧，他就开始昏睡了，所以也是没机会跟他讲的话。所以他就是朋友们要找他的时候会显得好像变化比较剧烈，就是前面因为身体不舒服就不见人，然后后面舒服了，但是就睡着了，就也没办法见人，然后就过世了。就是这样一个。我觉得就是我其实在思考的也是一个，就是每个人生命有不同的节奏感。然后我爸爸是一个我觉得蛮特殊的节奏感，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节奏感都很特殊，但是我觉得我爸爸的状况是一个有点优雅，然后不喜欢打扰人，然后静静的这种过程，就跟你很像啊。然后也很谢谢他。其实如果要讲在这个空间讲的话，就是爸爸其实在之前得到就确认是有直肠癌的时候，他其实也没有特别提。然后那时候看守所刚开幕嘛，就是差不多刚开幕。那后来总之这个展场跟他的病情差不多同时间在发展，但是就是等于一直默默很支持我在这边做这些事情啊，然后一档办展览。对，所以等于这个展场他也就是精神上很支持这个空间。对，你因为你办了这个，因为彬华之前其实蛮多朋友的展他都会去，然后他也会分享啊，也会去。然后他有的这空间以后他就走不开了，对，基本上你大大小小展都很难去的，因为你光要照顾这里嘛，然后你的时间都在这嘛。虽然感觉好像只有3天，可是是展场开的3天，可是中间还有很多事嘛，要布展啊，对，然后很多协调啊什么，所以你基本上会比较难离开。对，所以台北跟约翰的状况当然是不一样，但是就是过去半年之前啦，就是说去年的下半年大概也就回去2次吧，2-3次，所以见到爸爸的机会也不多。但是也是
虽然说这样就比较难跟爸爸讲到话，但是倒过来说，就是这次回去也觉得让爸爸跟妈妈相处很多时间，所以没有当电灯泡，所以反正事情都有两面，这也有好处。对对对，就我就是最后他们2个可能还是在一起久一点。对啊，让他们在一起久一点也是不错。对对对，大概是这样，这样你接得下去嘛？我在努力，我在努力。应该这样说，那对你，因为我刚才有问边华说，那因为我本来想说，想说去上香致意一下，或者是有什么仪式，那你们后来是决定怎么样？就是爸爸的丧礼这些，因为爸爸其实是不太信台湾的宗教的，就是要说的话，其实他有认真研究过奥修。什么？奥修。奥修。印度的奥修。对。所以说他是，比较难用常态去思考他的那个逻辑。那我妈其实不太，我妈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我们家就没有做任何事情。以台湾人的台湾的大家正常的标准来说，应该很奇怪，因为连牌位都不设，所以就是大家去那边要上香也没得上。对，我妈就说呢，就是请他去那个冰，就是放的地方，那冰柜外面可以，就是致个意就可以了，大概是这样讲。对，所以如果是说就习俗的细节来说，也许我们家比较随性，就像看守所比较随性，就是这个好像不太一样。好，那没关系。就是说，你的意思说，就是基本上你们不会特别办公祭。对，没有。对，然后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仪式。对，但这个礼拜的确我有一个小任务啦，就是也算是一个新的隐藏版展览，就是整理那个影片，告别式要用的影片。对，所以的确是个不错的自我回忆的时间。所以也还是有一个小的告别式啊。还是有个家祭的告别式，有个家祭啊，应该这样，就是只给亲人的。妈妈脑袋里想的就是说，它这个地方有什么虫鸣鸟叫可以在那里放出来之类的。我在想说，这也不太容易，对，还要去找环境声录影。对，然后剪一些影片，有一张是爸爸在除草，就是穿得很像捕蜂人的那种全身包起来。还蛮有趣的，所以这个地买多久啦？2012、3，大概2012前后吧。所以大概10年左右。10年多，等下2010或16年。假设他15年好，15年大概15年。对。所以他从买地到那，所以他在这边忙了10几年。对，然后这个地，就是如果以一般农地来说，大家就知道农地在现在社会它的价值就是农地的价值嘛，不会很珍贵。但是就是这边，我觉得对我爸来说是一个他在这里也是很幸福啦。虽然说，我个人觉得他在南投的山上就变得比较保守顽固一点，但是他在这边就是尤其是疫情的时候啊。大家要在都市里面戴口罩，然后就是要关紧闭，他每天在山上跑来跑去，然后过得真的很开心。OK。对，所以过得蛮爽的一段时间。所以等于是说，你觉得他最后这10几年有这个地方是他是开心的这样？对，他是很开心。但其实跟我岳父很像，我岳父他是满洲响林村出生的嘛。那因为那个地方非常穷，那穷到爆炸的地方，然后。他们后来就是开始想办法要赚钱的时候就会离开嘛。他后来去彰化，然后一辈子做水电，然后他就是存了一笔钱，就是想要回家买一块地，在自己的家前面买一块地，然后盖房子。然后有点像是，所以他也是在那个房子，等于是在那边生活了10几年，然后在那边离开，所以丧礼也是在那个房子前面办的。我觉得。对他来讲应该是圆满的啦。对。那所以你爸这边等于是说，因为你还跟我说那边蛮适合行为表演，所以你想把这边以后变艺术空间。对啊，这个是看守所第2个空间的，我的计划就是这样。可是你那边不会叫看守所，你妈妈已经取好一个名字叫什么啊？现在叫竹坡居。对，竹坡居嘛。对，就是大家知道那种竹子。对，
竹山的苏东坡住的地方，因为妈妈是国文老师，她喜欢苏东坡。哎呦，听起来浪漫的。对，刚刚就在说，就是类似三重刘德华，三重竹山苏东坡的家。对。那苏东坡就是你爸啊，就不是你妈。我妈。啊，对。所以你爸还是不能有地方，对不对？对，可能是这样。就是我妈是地主啊，我爸是农奴，比较像这样。哦，他是长工就对了啦。他负责盖房子，但是他要像是他要种，他要买树苗的时候就叫我妈出钱，然后他负责种，所以我妈是地主没错，但是他要付钱。对，一个资本阶级的关系。对，好，爸爸是劳动阶级，很符合他的。不过他是幸福的劳工啊，他是幸福的劳工，幸福的无产阶级。爸爸其实蛮心里面蛮喜欢无产阶级，如果要聊是可以聊。屌啊！这是你的因为爸爸就是英文名字就是卡尔啊。然后以前他姓陈嘛，他以前就是写诗的时候笔名就是叫陈思，这也是个谐音梗，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真的就很谐音。所以他很喜欢反思，从那个时代就开始了。就是名字叫卡尔的陈思，就是如果就是混合来想就知道是好。所以他是蛮理想国的其实。对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他的理想国的概念了，我觉得。因为他后来也有，我觉得这个地方，然后有一件事情可以聊，就是爸爸是念教育的，他是就是有点像儿童教育跟教育哲学。所以他在后来有去英国进修过，就是现在可能比较大家知道那个华德福教育，就是混合了一些公益跟生态观察的素描那类的教育，所以爸爸是华德福教育体系的顾问回来的时候。对，那个华德福不是没有几年吗？还是在国外已经？他算是早的。对，是哦，不好意思，我们不会，没问题。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跟他去华德福学过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他就在那里观察，像是每天要观察植物的生长，然后做素描啊，然后做陶艺啊，所以后来这边他就在这边就是种树。这里可以烧陶吗？他其实有买一个电窑，我们还在想说要送谁，就是如果有朋友的话要送，如果没有不用吧，你就那边当你的艺术村，你不是吗？以后就可以去那里烧啊。理想上是啦，有电窑，但是我妈应该会很担心它烧起来，因为现在装在电梯大厦的洗衣机的旁边，我妈很紧张。是在你们台中家啦，对，不是在这个地方，还没搬过来，一直没有搬过去。哇，懂。对，我也觉得在电梯大楼里面有1000度的东西在燃烧，实在是蛮奇怪的。对，而且我记得印象还蛮深刻，就是这个过程，就是我确定要展嘛，而且要用这张照片的时候，那个彬华有非常热情的邀请我，大概7、8次吧，应该很多次去，然后说有没有空可以去南投那里啊，然后他还愿意我到台中，他可以开车载我去，因为他其实我可以隐约感觉到这个地方对他来讲是跟他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啊。然后他也觉得如果我去可以做些记录什么。可是从头到尾我就像我的习惯就是我很少自己创作，你知道吗？我都喜欢委外制作啊，就用别人用好的，所以我就说妹妹你拍的已经很好了，我不用再去拍什么这样子。然后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啊。那我也不知道要去到那要怎么处理，而且我也很难处理那边的影像，所以我会觉得用变化的影像比较快，而且比较是属于他的，所以才会选了这一张这样。然后你说你还要开始准备祭文，是不是？就是你要试着写吗？还是？我妈妈会写，但就是我应该她希望就是我也写一段，对。但现在的确因为才刚从台中拿完这个开车回来，也实在没办法想到什么，所以等一下可以想一下。约翰跟我说这里可以摆一个，对，我希望说这里有他希望有一个介绍这个的文章，我说那不然来摆我写的祭文好了，那我要想一下。所以你这2天就要处理你爸的这些算后面要做的事，其实跟办展一模一样啊，就是导演照片跟写祭文，就只是做自己擅长的部分。写一下论述，对，写论述。
对啊，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花莲去，那时候好地下田老师有安排一些讲座，然后我有去跟花莲的高中生讲这个展览，然后我就觉得很尴尬，因为死亡离这些年轻人太远了，然后我觉得他们应该没有兴趣听啊，但事实上也没什么兴趣，然后但是他们有问我问题，反而问我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告别式？就是他们对告别式有好奇啦，他们对死亡，他们觉得就是那样嘛。对，我觉得应该是遥远啦。那当然有一些是有来世家找我，是因为他可能跟我一样是单亲家庭嘛。因为像我从小就跟我爸是分开嘛，所以我才会想要拍他回忆他，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叫庄德树，我只能拍树嘛，所以用拍树来回忆的一种尴尬，所以他也觉得。蛮有趣的，所以他也来跟我说，他跟爸也从小分开啊，那他觉得这样也跟我们分享，但是我觉得又回到就是他们比较在意还是那个道别式是什么，然后我其实很奇怪，我自己我以前还没有参加我岳父的告别式之前，我会有一些理想的状态，因为我会觉得有很多艺术家走了，好像告别式还丑丑的，然后就觉得好像有点不跟他不一样哈。那我那天有去参加过那个雷香老师的告别式，其实还蛮温馨的。然后也有一些他很多学生嘛，所以有些学生帮他算一点小小的创意吧，或者在他的逻辑底下去安排一些小小的互动这样。但我自己参加完我岳父的告别式以后，我发现。怎么讲？就是还是交给张仪社比较简单，因为就像你现在其实脑袋还是很空白，就是很难呐、就是你知道这个事发生了，对不对？那其实很多是很空白，也没办法想太多，其实简单讲是很多是你妈妈还是你妈妈决定的嘛，然后跟你爸爸的决定生前可能有讲一些，他们的确先决定好了绝大部分的事情，对，然后可能你就是听你妈的嘛，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也是这个状态，就是说也不是我，因为应该是我老婆也是这个状态，因为就是找李医生，然后李医生叫你干嘛，然后几个选项让你勾，你勾了就照做，就是说一开始会觉得有点荒谬，好像没有自主权，可是后来其实蛮感谢的，因为你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办。我试着表演一下。就是因为我妈妈是国文老师，所以她讲话的话会有抑扬顿挫。然后他就会说：“你这个小孩怎么这样子不听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然后我就会说：“没有啊，我只是就是表达我的意见而已啊。你就算怎么讲，我的意见一直都维持一样啊，不会说你讲一下我就改变心意啊，因为我觉得我讲的是对的。”然后他就说：“我讲话是抑扬顿挫，是因为我是国文老师，表达情绪比较有高低起伏。你讲话就那样平平的。”然后我就说。我讲话平平的，对啊，那为什么我讲话平平的你会生气？大概就是这样的相处。你说你跟你妈对，相处，那也包括在讨论就是后面的事情要怎么做的时候，也是类似这样。对，他会用一个国文老师腔跟我讲话，我会这样。然后你又非常冷静的回应，然后他就更生气。他会更生气。对，因为你知道，当老师的人教课总希望有互动嘛。你知道吗？总希望下面学生一起嗨啊！我那边嗨半天，你还没然后呢？哇，那会爆炸了！我大概可以想象。好没关系好，对，好，有点难接。所以今天在我回来的时候，我就练习跟他讲英文，他讲英文可能不会吵架。为什么？可是你妈是国文老师，你跟他讲英文，他不生气啊？不会啊，他很喜欢学英文。他每个礼拜会读6篇英文杂志，《空中英语教室》跟《空中文摘》，还有看民视的8点档。然后就是像今天要去户政事务所，就是说，OK, then we will arrive the government office in 1 minute, so please prepare. 还有英文版的就不会吵架。好，不过到14号前，你真的还是应该乖一點。好，等待一下。如果英文是一个解决方法，我觉得，有一个英文的，
你如果搞个英文家计，会不会被骂爆啊？我是有在想，因为我爸是美浓客家人，我有在想要练一下客家话的字词啦，有点难。哦，可是他平常有在讲客家话吗？他们会讲，但是我不会。那你听得懂啦？应该是听得懂吧？我是比较外公外婆带大，所以其实我爸爸是美浓客家人，我妈妈是外省人。哦，所以他们比较不会用。小时候是有发生过一件事，这个是我自己的故事，所以可以讲，就是说，美浓会回去老家3个月，然后亲戚朋友，我爸有13个兄弟姐妹。哦。对，所以就是都叫什么什么名，什么什么名，所以就是有13个名。我妈妈是这样称呼，13名。13名。对的。然后他们也有很多小孩嘛，对，还有其他的姐妹的小孩，所以很多人。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好像1、2岁吧，然后就是跟着他们在玩，在3合院玩。然后有一个小孩，好像就是他的玩法是要拿棍子打我的头。然后我妈看到了就是跑过去大吼把他赶走了，然后从此之后我就过年就是关在家里，不再跟大家出去玩，所以我基本上不会一起吃年饭哦。然后我就过年的时候除夕夜我就会跟我妈在美浓家，然后我会在那里看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啊，川端康成的《金阁寺》啊。这过除夕夜对，所以然后如果有电视可以看一下 Z 频道的摔跤，大概是这样。因为怕被打，是。就之后我就不太跟他们玩，对，比较没有机会，所以也比较难学客家话。哦，所以你不学客家话是这个原因啊？然后就是其他的兄弟姐妹又正好就是比我大3、4岁，或者比我小3、4岁，所以刚好没有同年龄。哦，所以你真的是独子以外，还孤独的在家族独立出长大这样子。所以就是会带着就是在角落看日本小说的小孩。很恐怖哎，好像很多恐怖的。好，跳过算了。好，然后好。就我刚才在讲告别式嘛，对不对？对。然后我把它讲完啊，把它讲完。然后后来我的回应是，我后来终于想到，就是第一个我感谢旅行社嘛，不是旅行社，葬仪社，对，最后的旅行啊，对，最后旅行。然后呢，就是交给他安排以后，我们非常感谢他，因为他会教我们要该干嘛，甚至要你怎么跟岳父互动啊，就是怎么跟他喂他最后一口饭，你应该讲什么，你都会照着讲啊，你很感谢哦，真的，以前都觉得跟着喊那个呜哦什么是好像一个玩笑，可是当你在那里面的时候，你是真的觉得还蛮幸福，有一个人这样教你讲什么你该讲的。然后，但是我后来的感觉就是就像你刚刚讲一样，我觉得展览就是我的告别式，就是我们每次办一个展，就是把我们想讲的，对不对？然后就好好的讲完，对不对？然后讲完，然后有亲朋好友会来嘛，然后会聊一下最近做了些什么，最近你怎么样啊，对不对？好，就有点这种，然后也会吃吃喝喝吧，啊，然后最后，而且展览结束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小小的哀伤啊，有一点好像很多东西被这个我就是叫他战后忧郁。战后忧郁你也有，对，这个就是一个我体会到的事情。对，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路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刚好彬华你有一个作品就叫《台湾末路》对，那也是一个很幽默的梗，就是台湾怎么样？你讲一下那个作品的起源好了啊。那其实这次在世贸有参展，就是受到他们邀请去展小志专区，所以做了一本就是。你这个比这个还大本哦，对不对？好像比这个还大，对不对？你这样不好意思。我看到你的那个对，超你那个大概是几开的啊？应该是全开吧。那个算全开，对不对？打开来就是2个全开的 ，OK， 好，折起来是全开。对。然后里面有把我爸爸放进去了，所以里面有吗？里面有一张香蕉园的照片，是爸爸的河边的地，它就是有一块山上的地跟一块河边的地。有偷偷藏进去了。对，就是爸爸在那个河边的尽头，鹿的尾巴。因为你还没讲那个那个作品的起源跟那个。那个作品的起源，之前在这个地方也有办过展览，那就是
台湾没落是因为就是反正中国官员都常常会讲，就是其实不管是哪一个官员，从领导人到地方的官员或者发言人都会讲，就是他们就会讲台独死路一条，或者台独是一条死路。然后呢，我就是听了这句话，听了很多遍之后，就想到说，其实我住在台湾，然后台湾其实生活中不止一条死路，就是台湾到处都是死路，然后每个死路长得不一样啊，就是各种不同的死路，就是台湾不同的，就是对，就是台独死路一条，所以台湾独立是一条死路，所以台湾有很多条死路，就每一条死路就是一种独立的样貌，就每个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开始觉得这个题目有趣，然后就开始收集。所以走到哪里看到死路或者就会特别停下来拍。那当然跟开车也有关，早期导航的时候很容易导到死路。然后我就也是开到死路，觉得本来会生气，后来想说我到了一些一辈子都不会来的地方，然后一起一会就很重要，就是导到死路的时候特别开心，就是会去拍照。对啊，你们这个你刚刚说什么坡啊？竹坡居啊，竹坡居你有设导航吗？你有设那个 Google？ 它逻辑上好像也是对，它也是辅路对。你还没有设，你应该设一下啊。没关系，可以就是先从那个行为的，就反正艺术家好友们可以先邀请大家来玩。对，好，对，我接下来应该是有，对，我可以邀。好，对，所以你看，就是刚刚讲，就是他，我这个又没电了，奇怪。好的，我是换一个麦克风，原来有电就好，没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好，那你自己先撑2分钟。好，大家好，继续啊。看守所的这个展览，我蛮感谢的，有这个机会让我开始这个计划。所以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版，就是因为我的回满洲呢，也因为这个印了10本嘛，然后是否这个展场的，然后它的，因为我第一次本来是右边翻下来，本来左边翻下来，从右边翻，反正就是换一个版本，然后只有限量10本，然后就500块钱，然后我们买1送1，就是那限量10本哦。对，就是你买回满之后就会送你装的书这样，这样就是，然后这个钱就是给看守所的这样，对，就是可以直接投箱子，可以直接 DIY 拿走这样。谢谢。对，然后其实我还是第一个就是我还是很难形容，就是现在我的状态。其实我那时候，其实你在群组开始讲，就是你台中有事，然后你要去医院，我就觉得哇，好像不是很妙，然后。我心情其实就蛮复杂的，其实我的心情也很复杂，因为在我这个展，然后有一个这样的事发生，然后还要不要继续，然后又讲座，然后你又感觉就是像你刚刚讲的那种很平静这样，然后因为我在办我爸这个展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死亡这个题目有一个尴尬的地方，就是像我爸是走2年嘛，然后包括我岳父作为一个题目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会有一种。消费他们，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跟我爸根本不熟，然后又要做他的展，然后来看我的展的也会说，你干嘛？你跟你爸又没有感情，那你又做一个作品要干嘛？这样。然后我一开始其实只是做一个素材啦，其实真的是因为去花莲嘛，我想做一个有关，刚开始只真的是把它当一个素材在做。但做着好像又发现它不只是个素材，好像我在解决一些问题。然后有一个老师跟我说你想那么多，你爸让你靠一次会死就是就算他是个素材又怎样，对不对？那你跟他，对啊，他可能也愿意嘛，对。然后所以呢，稍微讲一下这个好了，就是我在我龙山艺术公展的时候，我那时候比较把照片分开，因为我拍了很多树嘛，然后还有本来树呢，然后我的脸上一个黑点是因为我从小跟我爸分开嘛，所以我小时候只要有人问我爸的问题，就跟你不一样，因为你跟你爸是很近的，你爸是老师，就同学，爸爸是老师，听起来比较帅啊，对不对？等一下我可以讲我跟我爸的状况，好，我可以先讲嘛。对，然后像我就是。
跟我爸完全不熟，所以身份证上是有他的名字，可是其他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小时候就会一个黑色的点，就是因为我就不想面对这件事，或是有人问我就不想回答，因为这很尴尬。然后，所以我在第一个展览的时候是一个黑点状态。到第二个展览的时候，为什么会放树上去？是因为我之前搜寻庄德树是找不到这个我爸的其他资料啦。像你爸应该有，因为你爸是老师嘛，所以应该搜寻得到一些资料，对不对？像我爸是完全没有，虽然他在烟草改进社烟农，他也当过农会理事长，可是就是没有找不到他。然后，可是我展的第一个展就因为叫去花莲找庄德树嘛，所以你现在搜寻庄德树，大家也可以帮我一下，你搜寻的全部都这个展，你知道吗？然后全部人都知道我爸叫庄德树，庄约翰的爸爸。你问 AI， 他也会跟你讲哦，因为资料太多了，你知道。然后呢？所以我在花莲的展的时候，我就把我爸放在我的脸上，因为透过创作，我才真的变他儿子了。然后他也真的变成我爸爸，然后好像才开始发生了父子的关系，之前都是好像只是个名字啦，包括我办展也是为了做一个儿子的角色帮他做。然后到了花莲以后就很特别了，我在花莲办了6个讲座嘛，然后其中有一个讲座就是一个烟楼的老板，一个料块烟楼的老板，然后他呢家里就是从小到大都是种烟草的。然后他来讲座的时候，我是想要了解一下烟叶，因为我对烟叶不是很了解。虽然我爸一辈子种烟这样，然后他呢就带了一株烟草来，而且开花了。所以，哇，我第一次看到烟花，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美？烟花，对。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我不应该找树，我应该要找烟草。所以我从花莲那个展之后，所以这一张是为了看守所做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我现在开始找烟草，我不是要找树，好，那所以这是为什么会展这一张啊？应该讲，因为这2张我都是展过的，那一张我是没有展过，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会发现，展览好像为什么要重复，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它好像不会只有，怎么讲？就是说，展览不一定要做新的。你重复还是会发现新的意义啦，应该是这样讲，或是他会告诉你可能要去干嘛这样，对，所以我才会这样子讲，这样 ，OK。那回到你爸，好，那讲到就是处理亲人的议题的展览，就是在看守所展览，就是一直办展览嘛，其实也跟就是来办展览的人就是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我趁现在感谢一下，就是也要谢谢何宇，就是何宇在这边有办过一档展览，是讨论他跟他过世的祖母的故事，那个大家有一些反应。对，那就是从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背景，那就是从其他不同的创作者，像约翰啊、何宇啊，大家就是每个人在思考自己的生命状态，还有就是亲人，就是亲密的、心爱的、周围的亲朋好友的生活的时候，其实的确会，让我就是更踏实一些。就是说，有各种表达的方式都可以去尝试，然后也可以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自己现在的状况。那就是大家跟亲人之间，就家庭的关系，每个人也都不一样的状况。其实正好的展览，正好在。这边办的展览之前的远方吹来的风，跟这一次哪帮也都有在处理家庭的议题，所以就是周围的大家，其实像约翰讲的，展览办完还可以再办。那就是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大家对于自己就是关心或者在意的事情一起讨论的话，其实也是。互相之间都可以，就是让大家更好的去面对自己生命中的各种或者突发状况啊，或者是对。可是我不是让你接这个。对，然后讲到我爸跟我的关系，另外那个刚刚想要讲的就是说，约翰如果说跟爸爸不熟的话，那我的话比较是另外一个状况，因为我爸爸研究的东西。
就是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叫做Skinner 的行为改变技术。行为改变技术就是怎么样把让不乖的小孩变乖的技术。所以我的状况反而是说，就是我现在之所以做这些事情，是我爸爸就是使用技术使我变成现在这样的呢，还是我自己决定自己变成这样的呢？就是我的能动性到底确切的在哪里？对，然后再看到他，你要看一下论文上有没有用在你身上啊？看到他就是逐渐衰落过世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想说，就是也许有些人会想吧，就是说我身上什么的控制在减弱呢？然后接下来我会变成什么样的我呢？所以今天有机会这样子就是讲座，其实我也就是觉得蛮重要的。可能你不太懂，但佩玉正好应该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说，因为我也很爱我的爸爸，所以我也希望我可以变成我爸爸想要我变成的样子。对，但是不一定我真的能变成他那样嘛。但是多少会对我产生一个指引的方向。但是他不在了之后，那他又专门研究怎么样指引别人走到，就是他又专门研究就是如何引导人家。举例来说，像是做好事啊，不要做坏事啊，或者是守规矩啊，对。那对我来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特别就是会注意一下。你有守规矩吗？你休学是？对，所以这个其实要从对抗或者要讲斗争，也是就是其实一直都是。内在分我跟超我也是，这也是你爸的那个，对。对，那我自己对这个事情有兴趣啦，所以股市的作品其实也是在讨论，就是说，像是行为经济学，就是说自己在什么时候，因为实际去参与嘛，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感到贪婪，什么时候会感到恐惧，然后做出来结果是什么，最后得到了怎么样的结果，然后有一个实验数据嘛。那如果都只是模拟或者幻想，那没有办法确定说，这是一个。就是只是幻想中的事情，那实际做的话，就是也可以观察自己实际的行为，就是这个叫经济学的话叫实验经济学，就是以人为做实验来做研究。不过也我也可以回想，就是你看我14岁被我爸抓去帮他挡酒，你知道吗？我还挡挂了，你知道吗？他很开心哦，他说：“你还能喝吗？”这样，然后后来我就变业务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这很难讲。就是你看，明明就没什么相处啊，难道只会因为那一点点，就那2天1夜吗？这个50年岁月只有，不是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什么留在我们身上，那真的蛮有趣的。我爸妈都是老师，所以我从小知道我爸妈就是很有个性的老师，都容易跟校长吵架。然后，所以我就是大一的时候就有去，我那时候念地理系，我就有去考那个教师学程。你有想当老师哦？本来会啊，然后我就是学业成绩就高了很多分，然后性向就不合格，然后我高分不行，然后我就发现说，好，如果我很诚实的照自己的性向去填那个就是教育学程的。性格测验的话，就是会不合格，因为我就是知道原来是这样，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想过当老师。就是你当老师还要违背自己的某些状态才能当，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对，测试过。所以你就不想当了？不是啊，就知道就是不太适合啊。就是以标准，如果以测验当标准来说的话，不太适合。所以你是听话的，从这个逻辑，你是听话，因为你不适合当老师这样，因为超标了。那结果来说，但是我一直在当学生，这样比较好。好像也没有比较好，没有啊。我们现在不管好不好，因为你爸走了嘛。对。我这样讲好怪，反正就是。反正我是处于一个很尴尬的状态。反正就是说，这是你另外一个开始嘛。你该这样讲。你刚刚讲的是说，有可能才能够检验什么东西吗？还是确认一些什么东西？就是的确是一个，就是积极的来说，就是人生新阶段的开始啊。之后当然就是少了爸爸陪伴我，但是我就要就是用自己的方法去继续过嘛。
然后就是自己的方法就会多多少少让自己想的事情或者顾虑的事情跟之前不太一样，然后呢就可能会做出一些新的决定跟判断，因为你要讲参数改变好不人性，但就是说考量的事情不太一样了，然后就是对，所以就是慢慢的会有新的变化出现吧。而且你们家现在又出现一个更强大的老师了，就是你妈妈会一个人取代2个啊？会吗？正常会啊，因为本来他们2个平衡可能不会吵你啊。没关系啊，我就讲英文嘛。哇，所以你英文会变好。可是你妈妈英文可能也会变好。这个好像也不是重点。2030就双语国家了，我们可以预做准备。好，OK， 好。配合政府政策。对，好。那因为现在刚好问与答的时间，好。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加入这个算告别式吗？我不确定。我展览的讲座啦，这样讲比较正确，对不对？我刚刚讲错了，对不起，就是我展览的讲座，有没有人想做一些回应？这样，来，谢谢。问题。就是刚才约翰有提到说，你很感谢有这个仪式，所以好像很多人都会需要这个过程去做一个转化或者消化情绪的这个过程，然后好奇说，像冰华家这种比较特别的进行方式，你会觉得需要有一个什么样子你自己的仪式或是转化去面对这件事情吗？哪一件事情？就是亲人离世，因为你刚才说你们家进行比较不是像公祭或是告别式这个模式，程序少很多啦，应该这样讲。对。对我来说还好。不能触怒大家发言，还是要谨慎。所以我就是要先不爆冲，这样不会惹火，不会造成约翰的困扰。就是说这样子对我来说，可以专心在整理照片这件事情上，的确是一件让我就是压力比较减轻的方式。对啊，对，我就把就是可能这样回应好了啦。就是仪式，其实我不是很在乎，但是如果是我能做好的事情，我总是希望可以尽可能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在那一小部分，就是爸爸的亲朋好友、妈妈的亲朋好友会来嘛，家祭只有家祭，但是在这个状况下，把我看到的爸爸，或者说如果像有爸爸的照片，我也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让爸爸他看待自己的生活跟我看待他的样貌可以稍微融合一点，呈现在周围亲朋好友的眼前，一段短暂的时间，大概是我现在觉得说接下来1个礼拜可以做。就是很短期的回应啦，就是这1个礼拜我想做，我在这样子解决这个事情。我可以分享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岳父他的仪式就在他们村里面办嘛，然后他们村有个习俗，就是6点以后，大家吃完饭以后，就会陆陆续续很多人会到家里来家里来干嘛呢？就是上个香嘛。上个香他们就不会走哦，他们就来这边打牌、唱歌、聊天，就这样来。他们真的来玩的哦。然后我们要准备吃的喝的给他们，然后他们会撑到凌晨他们才走，因为乡下其实大概9点就睡了，正常没有人在那边，他们就是来陪你到出殡。我一开始不相信，你知道吗？想说怎么可能？真的每天忙死了，你知道吗？就是一堆人来，然后我那时候知道有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因为我那时候回台北。我台北一下嘛，那我才想要怎么办？我就把我们家族，我们有出去玩的，都有那个赖群嘛，我就把那些照片下载下来，我就自己用威力导演剪影片就是剪一剪，因为其实乡下没有在搞这个，但我想说还是为我岳父做点什么，就剪辑一些影片，然后我还带着一个那个，就是我那个展场会用的那个因为你要放一个电视架嘛。我还从台北坐高铁嘟下去，我还记得我一录进去，我老婆看到的时候，本来想骂我，录了一个荧幕支架。对，然后他说他本来要骂我的，真的，我想说，他也就叹口气，然后我就自己弄我的，我就把它影片剪，然后还配上音乐，然后就开始播放。
我印象很深刻，我开始一播放的时候，我岳母不太一样，因为我岳母就会跟人家聊天嘛。我刚不是讲很多人聊天，他就会一直讲他怎么走的啊，走的那天发生什么事啊，就是一些比较在讲述那个过程啊。然后那个影片一播，他就开始聊他们去哪玩。就是他在聊他活着去哪里玩的事情，他就不聊那件事了。然后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不是要盖棺嘛，要钉，然后就会有礼仪社会问你说要不要拍最后一张照片啊什么。然后我岳母的一句话也让我，他说，他就指着外面在播放那个影片，他说我有他活着的照片，我不要他死的这样。然后我会觉得啊，我们所谓的创作，就是在现在这个状态吧，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还可以做点什么这样。就像你可以剪影片，你可以思考，然后你还可以去想这个地怎么用，就是你满脑子都在用我们的方法去解决一些我们没办法处理的事啊，应该是这样说。那个我觉得也是你的仪式啊。我个人觉得，就像你刚刚讲，你在剪影片，然后你感谢有这个事要你做嘛，然后这也是你想做的，你也会，因为你影像处理就是本来就我们在做的事情嘛。所以我会觉得，我自己现在开始，为什么渡口要巡回展，也是这个逻辑，就是我认为大家尝试创作这件事情，是可以在你生命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没办法怎么样的时候，你还可以做点什么，这是我个人觉得啦。所以为什么要？所以创作其实是很私人的，根本不用公共也没关系，至少我可以做点什么，这样，这是我的想法。那就是有机会公共的跟大家分享，就是爸爸的生活跟照片的话，对我来说还是很开心的。可能就是，办展览稍微习惯了一点之后，就是觉得公共也 OK， 就是，总之，就刚刚讲到创作者，好，我稍微不受控制一点好。我觉得创作者本来就是从来都没办法，就是一直都觉得自己不知道能做什么。就是刚刚讲的，不知道能做什么时候可以做创作。我觉得创作者随时随地都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然后就是都一直在想办法，试着做什么啦？应该这样就是试着在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因为要处理的议题永远都很不容易面对吧？对个人来说，那当然创作有各种形式啦，有一些可以集体合作的，可能就有目标、有设定阶段性任务的，我觉得会好一点。或者我们应该设个当代艺术的阶段性任务。这样大家一起努力，好像不会说就是大家不知道怎么做。这样好了，好很难回应。这个好像是对啊，那怎么好像你爸上身是不是？不好意思，反正对，那就是说但我觉得刚刚你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吧？就是有吗 ？OK， 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有没有？任何要吗？都不用吗？你要不帮他加油一下？加油！谢谢。昨天有让看到就是在大吼大叫的样子，对，所以还是有方法就是发泄情绪的啦。你有大吼大叫过？有啊，应该有看到。有，就是我觉得不知道就是反正就是情绪有可能是一阵一阵，就像现在你可以就是讲一些，就是很平静的跟大家分享，然后有时候就是大家都会经历到这样的事。对，昨天有先自己先调整，所以还好，先调整一下自己的，就是冰华有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那个。对。好。所以帮碧华说谢谢有你啊，谢谢有你这样。对，真的没有什么要回应的吗？有没有？我问一下，你那个可以介绍一下你那一系列是在做什么？你说我的 IG 上的影片，因为其实我很难过的时候，就是有想到你做的事情，所以我在哭的时候就自己
自拍在录自己哭的样子，真的吗？然后比对一下你哭的样子，觉得也不太一样，对，就是用力的方式啊，然后就呼吸啊、情绪啊，都大家都不太一样，所以我很好奇你在做什么，你想要做什么？我的表演是重复一句话，然后它来源是剧场的演员训练，所以本来是2个人的练习，但我就把它变成自己看着镜子做，观察自己的行为反应，然后重复一句话的时候，其实你很多原本没有发现的直觉反应会浮现出来，然后多半我会重复的话，也是生活中浮现出来的，有一些可能是好几年来的某一种口头禅啊，有的时候可能是那一阵子心里突然浮现的话，那其实有的时候它会很像内心的纠结，所以我就会用这种方式去探索它，然后但是这个探索就不是用思考的，而是让身体的行为反应告诉我，原来这句话背后，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身体是握拳的，这跟我的肩膀挺起来是不一样的意思，就会让我更理解，原来这句话对我是这样的感觉，对，所以我开始分享这样的表演的时候，就有其他的朋友就跟我说，因为我的记录很多时候也是落泪的桥段，其实我自己对话的时候不见得一直在哭，但会在网络上主要放落泪，也是为了平台比较有流量吗？对，就是你要有个点嘛。因为我其实最想分享的其实是我会切换角色，一人分饰多角的讲话，可是这在平台看不懂，因为我切换太快了，对，所以就发现说那我要怎么样分享这比较好？后来就找到说好像我哭起来还 OK 了，对，所以就变成这样。因为他这个表演啊，一个戏剧的表演是没错，是没错，对。但我觉得除了它是表演以外，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它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虽然它是来自剧场的训练，可是以我在做的性质来说，更像行为一点。然后对，所以这就是那个哭泣的反应。然后刚刚讲到说我其他朋友看到的时候，有些人的回馈是说，就是很好哭，就有点像是帮助人把情绪可以宣泄出来。然后我也不是说完全没想过可以这种效果啦，因为这也不是我的目的嘛。对，但我觉得其实情绪都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很重要的身体的一个现象，至少不管对每个人的意义是什么，但在日常生活中，好像情绪常常被我们视为一种负担，但其实尤其像作为演员，情绪应该要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我觉得在剧场训练的过程，其实也会学习到，原来我可以跟情绪是这样子的相处。对，所以其实其实昨天才刚看到有一个新的留言，在我的哭泣影片底下说 take care，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是表演啦，然后我做的时候很开心，谢谢你。对，所以我觉得它真的是一种祝福吧。对，所以就跟你分享。而且很高兴有机会知道就是这个作品跟练习。所以哭也要学习，对不对？理论上是这样，对不对？是因为有些人太压抑吗？还是就没那个习惯了？我是还蛮会哭的。你蛮会哭的？对，我还蛮会哭。真的哦。对。我是没看过啦，所以不知道。好的，谢谢你，拜拜。所以是怎么讲？就是说，
因为你哭你会常哭哦。哦，我就是算擅长哭，但是就是一个人的时候，私底下的时候，随便的都可以。随便都可以。对啊。哦，好，难以理解，真的是很特别的小孩啊。好，但哭的时候还要管别人，才不觉得太累。那什么会让你哭啊？因为像有时候是看得很感动的那种，就是看影片啊，真的没有你的那个哭是没有怎么讲，就是说它是什么原因啊？哭点哦。对，哭点，对，不知道，想哭就哭，一定是有的啦，但是一定有个点。对，暂时现在没有要表演。对。好，没有，我也没有让你表演的，对不起。也可以表演，但是决定先不要。不要，好。对，这样你主持比较简单一点。对我如果还有别人哭的话，我可以陪你一起哭。我好像我很久没哭过哎。还是我们现在来哭，然后当 ending。不要，可能要拖2小时。真的好，不是好事。好。但我真的觉得我还是蛮思考世峰讲的，因为世峰在我讲座有讲到，就是现在的情绪很容易滑走，就是他没有办法很深，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是真的，就是你看我们上一秒在看笑的，然后就像我那个影片一样，就是像你这样还蛮幸福的，就是说所谓的幸福，就是说你还有情绪，然后你也累积那个情绪，或是你可以处理那个情绪，甚至把它哭出来，但有时候就滑走，你连哭都来不及，就已经下一场了，你知道吗？做创作的人大家都这么固执，一定可以的。我是不知道，像我的，因为我作品都很短，我的作品也很快，我展览也很快，所以我其实这次渡口要开始巡回展，也是想要试着累积那个情绪，应该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快做东西的，所以我的东西很难停。反正你也认识我很久，我就是一直很嗨嘛，就是但是那个嗨其实常常会很累。就是其实我常常一展览完啊，大概连续1个月，大概很难讲话，就是很累，然后别人都觉得我在不开心，我没有不开心，就是很累而已，你知道吗？然后那个累也讲不上来，然后就是，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就是第一个，让我们因为好像没有人要问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祝福彬华跟他爸爸，就是我请问您父亲的名字是？这个跟我某方面在想说，我当摄影师也许跟爸爸妈妈有一点点关系。爸爸叫启明，启发的启，明天的明，就是启明，然后妈妈是增光，增加光明。2个都是。所以一个就是启明，一个是增光，就是亮。对，都很亮，还蛮像摄影师。大光。这样对啊，都有光嘛，对，摄影就是靠光的哦。对，这有点牵强吧？不会啊，这个蛮好啊，不好意思，我不应该加入个人评判。不会，就是13个0里面的启明。启明很好啊，谢谢。那也希望爸爸能够顺利，然后到一个跟我岳父跟我爸一样，都去一个美好的地方，这样，然后他们会不会因为这样认识啊？我不知道，搞不好，因为这样打一桌麻将可是你爸可能不赌啊，对啊。对，我爸爸不赌。对，那可能他们玩点别的啊。好 ，OK， 好，那今天谢谢所有的人来，然后也谢谢你们啊，结束。好，谢谢大家，谢谢。这个。